看这个不幸的 F-16坠海事件哈，那现在飞官已经好几天了哈，所以说跟时间赛跑，但是真的是不容乐观了哈。那空军有一个叫做天安啊，这个天空的安全特检 F-16都停飞，然后来检查飞安的问题，到底机器设备有没有问题？假如说飞行员有问题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机器设备有问题，飞行员更没办法，那个电脑产生故障，你飞行员怎么办呢？啊，那另外呢，说 F-16坠海前关键的1分钟，高度突然下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看，从7600英尺、4000、2600，啪，1700，砰，坠海了。哦，那就是1月6号6点17分起飞，哦。然后呢，飞官叫做辛博义上尉，执行叫夜间飞行训练啊。那昨天这个张延廷将军也说，这个飞官一定要夜间训练，1个月起码要1个钟头以上，才能够你那个才有夜间飞行的证书，不是随时都可以飞的。如果你没有飞，或是不过，还要再重新来过，很麻烦的。所以他必须要做这个夜间的飞行训练。然后呢，这从花莲那边起飞，哦，然后呢，7点27分，你看。6点17分，7点27分的时候，哦，这个9分20秒的时候飞了以后，9分20秒吧，对不起，我看啊，18点17，19点27，1个钟头了，1个钟头又10分钟左右呢，他就呼叫，他说呢，这个有问题了 ，too lost， 他们的行话呢就是这个云中失败，云太多了，云中已经可能找不到出路了哈。那然后到了1分钟以后，不到1分钟，就是我现在高度一直在下降，你看，哦，一下子就下来了啊。然后呢，接着喊说跳伞，他自己喊，因为动作可能要喊让别人知道，可没有找到伞了，都没有找到伞，来不及，还是说因为太低了，哦，已经到了太低的这个位置啊，1700英尺，大概500多公尺了哈，可能太低了，跳伞也来不及，因为伞还要，他们说人跟着椅子要先脱离，人跟伞再脱离，哦，这中间还是有一点时间的哈。那 F-16这个飞机跟幻象2000一样，都将近30年了，都老飞机了。那他们说要给它升级，说只换了大概1层的零件。飞机还是个老飞机嘛，这种火炮啦、攻击火力啦这些换一换，但是你飞机本身的机能啊等等、机件啊等等，可能还是老了哈。那空军果然证实了，说 MMC 是故障。什么叫 MMC 呢？就是这个模组化的任务电脑 ，M 当然是 module 哦。那这个任务如果按照这个中翻译应该是 mission computer 哦 ，MMC 故障。那故障以后呢，就要靠飞行员自己来判断。那在那么黑、云又厚，到底是哪边是天空，哪边是地面，可能都不容易判断。哦，有的时候常常会把往下走看成往上走哈，所以呢，这叫做空间迷向哦，然后呢就失联了哈。那么顾立雄说哦，大概10号以前就可以完成全部的 F-16的战机的特别检查。那他就当时一吊起来想说，那么冷，在海水里面能够撑多久啊？哦，说没有防寒衣，那怎么回事？哦，顾立雄说今年3月前会交货。哦，那到底什么时候会交货？到现在真的也搞不清楚。老美常常说要交，到时候也不见得交了嘛。哦，那另外呢，说这个 MMC 这个模组化的任务电脑呢，是飞机的大脑，它所有东西都是它的研判哦。然后呢，很多小细节、各种状况，它都立刻帮你来排除解决哦。已经比人呢可能更不情绪化，比人呢这个更精准。但是问题，它失败的时候，你只好人上来啊。那人上来来不及是最大的问题哦。那有这个匿名的空军说，任务电脑常常故障。那顾立雄说 ，F-16去年软体升级，说已经没有不堪负荷的情况。哦，光这句话你去分析，就是看起来以前是常故障。哦，这句话讲的没错。为什么常故障？可能以前就是不堪负荷，很多地方要电脑来解决，电脑不堪负荷。但是去年说把这个电脑软体升级，已经没有不堪负荷状况，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哦，所以说他们认为没有不堪负荷，但是不是实际上还是不堪负荷？那军方说这个 F-16的这个电脑它事故的频率没有高于其他机种，这话又很奇怪，未高于不表示低哦，就是说我只没有比你高哦，
对吗？你吃5碗饭，我吃的没有你多，我吃4碗饭嘛，吃多不多？还是很多，位高于其他鸡种。应该讲说频率到底是多少？1%、0.1%、3%，这个才是一个数字，没有比它高了。那这算什么呢？我们看一下。F16失事意外，在爆出自动防撞系统尚未安装 MMC 频传故障问题，飞官的性命保障在哪里？没有了，我再说一次啦，什么数位式类比是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人处理。国军要提升装备，立法院该给的钱从来没有少过，钱付得很爽快。什么时候拿到货不知道，所以呢，这个系统到底能不能用，大家都不知道就对了。同步在进行当中。2018年8月，空军早就跟美方评估并购买自动防撞系统，钱都交了。原本说好2023年就可以装机，结果时程一延再延，2026年要完成安装，现在又要延后，至今装设率为0。国防部长顾立雄说，2027年完成扩装，至于外传的 MMC 记忆体容量不足问题，声称没这回事。这个 MMC 已经呈现一个稳定的状态了，没有各位所讲不堪负荷。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交货，那预计在今年的3月以前会全数交货。顺利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开始从今年年底开始扩装。那希望在明年年底以前全数完成。自动防撞系统得等到2027年才能完成扩装，原因是数位跟类比系统要整合得花更多时间。那已经使用新系统的 F16V Block 拐动何时到货？1月7号为止，成生产线在线组装已经有56架，那这个有46架的单座机跟10架的双座机。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上半年如何呢？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看它第一架整个的测试的一个结果。所以你跟我讲了40几架，然后但是它第一架都还没有完全的测试完毕，那就跟没有讲一样，好不好？系统升级，买进新战机，提高飞官生还率，但时程没有答案。就是美国真的很奇怪，每天逼我们要编预算、编国防预算，那东西为什么不交呢？你偏偏叫你再多花一点钱，多花一点钱，多订点货。那所以他们立法院讲嘛，说这些都是交过钱的，你都没有交货，防寒衣也交过钱了，防地装置也交过钱，钱都已经付了，你货一直不来，然后偏偏叫我们编预算，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不很奇怪吗？来将军。我想看到这个战机的坠机事件哦，其实心中是很难过的，因为其实上个月我们台北市议会才到就是花莲的这个第5联队 F16V 的这个第5联队来去做进军活动哦，然后我们也这个给这些辛苦在前线的士兵们加菜金哦，但是重点是说我们整个现在空军的这一些机组、这些机队到底是不是安全的？我觉得现在在这一起事件上面，大家很关注嘛。那在台湾的 F16V 哦，现在是分为2个重大的计划，一个是凤展，一个是凤翔哦。那现在这个计划都正在进行当中哦。那这一次这个坠海的这一架飞机呢，是在当时原本在一开始2012年的 F16AB， 后来升级成为 F16V 之后的机组哦。那大家就在讲说，那这一次的这样子的飞机是除了这个电脑化模组是不是有问题之外，第二个是防撞系统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安装完成哦？那刚刚大家一直讲说这个数位跟类比，大家可能搞不太清楚哦。但我举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好理解的例子，就是说，如果要把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安装在老爷车上，那它就会出现这个作业系统整合的问题嘛。那现在原本2012年之前的这一批 F16AB 升级成 F16V 之后的这一些飞机，它要加上这个防撞系统的话，那它确实出现了这个系统性整合的问题。那美方我们也一直要求美方持续的来去排除，尽快的让我们的飞机都能够加装。那现在应该还是有初步的进度。那确实我们应该要立刻赶快加速，让我们的这一些飞机上面都能够配备这样子的系统，来保障我们所有空军驾驶员的安全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大家质疑说，那新的好凤翔计划，2019年我们当时就已经下定了这个新的 F16哦。那新的 F16它有内建的这个防撞系统，那这样子比较好的飞机什么时候才会到货？那我们在
2025年哦，就是去年的时候，第一架已经在美国出厂了啦。好，那大概在去年年底有试飞完成，但是交机在今年预计是在今年呢。那希望说这些飞机都能够尽快的落地哦，然后来到台湾。那其实我刚刚讲了这么多，也就是说，从过去我们从一开始的 F16AB 变成 F16，到后来我们又采购更新的飞机，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军备升级跟我们的军购都要源源不绝的跟上，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军事系统都慢慢的演进嘛。那再加上说，你说不管是先前受到战争、受到疫情的影响，然后或者是种种的因素，以至于造成这些不管交机或者是装备迟延的现象，其实都会让我们的国军在第一线的时候，他要能够保护我们的安全，或者是他们在飞行的时候，在作战演练的时候，能够拥有最好的这些安全设备，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军备跟军购，大家都要一起支持。基本上本来在去年年底，2025年的我们新买的花了这么多钱，2000多亿，66架 F16的所谓的 VAB 的升级，去年底应该交货完毕了，但也是延档嘛，所以去年底它才第一，刚刚亮君说第一架飞机飞了，还在试飞了。哦，现在第二架可能要试飞了，试飞结果现在还不知道。那我刚刚看国防部长回答立委的问题，说现在40几架什么单机的、双机的问题，这个不重要，是什么时候交货比较重要嘛？我都摆在架上，然后慢慢3年后再完成是怎样？摆在架上算什么呢？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时候能交机？你应该去问美国，要美国给个答案嘛？我是买主你是卖主你有义务要告诉我嘛？我有权利要问你嘛？你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呢？续后再回来。好，那么这个飞行员呢，在2600英尺，2600英尺多少公尺呢？大概是800公尺不到，700多公尺，将近800公尺的时候，3次喊要跳伞，要跳伞，要跳伞。那照理讲应该跳啊，为什么伞有讯号啊？伞会发讯号，没有哦。那跳了没有？也不知道，因为现在人机都找不到了哦。那现在陆海空全投入，就大家按照不同的这个专长就去搜救了。说明浪高有3公尺哦，海象8级风浪哦，所以很麻烦哦。然后现在这个经过这么多小时哦，它包括陆军、海军、岸巡的海巡、空勤都去搜救哦，因为觉得人命嘛，人命关天啊，能够救尽量要救啊。那另外呢，张延廷是说说装好防撞系统就能救命哦。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他就没有这个防撞系统？因为他怕空间迷向，有时候把海面当成天空，往海面下飞。如果说有防撞系统，就根本不可能撞到嘛哈。那为什么？所以虽然升级了1层，有些撞，就算2层、3层啊，你还是个老飞机嘛，已经快30年的老飞机嘛那徐小琴说，凤展计划我们付了钱啊，但是系统装机1架都没有装啊，那什么意思呢？系统装机，你说还是个机，防寒衣那有多困难啊？那不就是衣服吗？钱也付了，为什么衣服都不能来呢？我本来以为说穿那个衣服掉到海里面，虽然冷还能够撑一段时间，就搞了半天防寒衣也没有那民进党说是各种因果连结没有必要了，你们不要讲这个讲那么必要，干脆好好的调查，理性的讨论，你们都是太情绪性了不够理性然后呢，徐小琴就说赖清德不要再扯在野党不审预算，因为赖清德是讲你们在预算好好不要浪费时间，要弹劾我，好好审预算了。他说防寒衣新的战机撞地的系统，就新的战机会有撞地系统，但新战机没来啊，撞地系统是在旧的飞机上要装的，钱也付了也没来，也没给我们装啊。防寒衣的钱也买了，衣服也没来啊。那你光叫我们审预算，那审预算这要买的人都不来吗？所以呢，你赖清德光要立院赶快尽义务审预算，那你需要就问说，那你尽你的义务没有了？所以我刚刚讲的，你不要碰到老美就软弱嘛。我是买主我要问你啊，你怎么不交货呢？要催他嘛。很多时候就这样他比一个工厂，他可能他只能，比如说举例来讲说，我只能产量只有100架，我答应了200个订单，你以为按照先后？不是的，谁催谁用力大，谁没人去骂，我就先交货。你通通不吭不响，我就慢慢的就是这样子嘛。事实上，台北市是一样的。马英九呢是跟我讲当时，我最头痛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准时完工呢？
后来一个公务局长跟我讲说，你知道吗？很多承包商啊，他的能力人工只能完成3件工程，他就包了10件下来。包了10件，他怎么完成3件呢？什么时候催他就派几个人做一下，那边催他又派几个人做一下，是这样拖嘛？都是这样子啦。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都不闻不问，你碰到老美就软半截，他当然把你放到最后，他管你的，对不对？先跑到什么乌克兰去了，先到这里，先到那里，你就放到最后面嘛。哦，所以当然赖清德希望全民集气了，当然集气也是表示他关心他们了。那网络有说了，你赶快叫美国赶快出货比较重要嘛？我们看一下。50点，千吨级巡防舰艇花莲舰完成整备后出港，持续投入搜救行动。空军飞行员辛博义6号晚间执行例行训练后，在花莲丰滨乡外海失事。不过截至目前，仍未接获任何求救信标讯号。军方研判，辛博义可能在飞行过程中发生空间迷向，误判飞机姿态，在低空弹射座椅后坠海，来不及打开降落伞，导致求生装备无法正常启用。它虽然有弹射，但是伞没有开，有闪开就。UR-73一定会自动，有闪开一定有信号，会做动。你弹射出来的时候，人的速度跟飞机速度是同步的。如果它是倒飞弹射，那情况更惨。张延廷表示，相关战机已经飞了28年，不过只有更换约10%的零件，其余80%都是老旧品项。虽然地面检查看起来没问题，但空中气压、高度跟温度可能会让零件失效，另外也缺少了防撞系统。今天它如果有问题了，有错觉了，或者是有一些空间迷向，然后这个时候防撞系统就会接手，它会把飞机改变飞到预定的你设定的安全高度。8号搜救规模再扩大，空军预计出动18架次军机，海巡及海军出动9艘舰艇，陆军动员170名人力以及44辆次轻重型战术轮车，沿花莲溪口与沿岸地区搜寻，持续陆海空联合搜救。来，小龙，那天晚上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位辛博义飞官，他在一个最差的条件下面发生了这起意外事故，凶多吉少。因为第一个，他是夜晚7点半左右，星期二，天气很寒冷，1月海象非常差，东部在海上下去的时候呢，就是黑潮。那台湾的东部黑潮是地表上面的所有洋流系统里面速度最快的洋流之一。它大概通常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它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把任何一个人或物带离开呢它落海的地方呢5公里以上的距离。所以一旦下去了之后，如果没有任何的定位坐标，在夜晚你几乎不可能搜寻。在那种的温度、没有防寒衣的情况下面，没有人能够在那个水温里面呢撑多久。所以当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心头一惊啊。虽然大家呢总是抱着一个比较正向的态度在看这些事情，但是它就是凶多吉少。好，那下去我稍微挑战，因为包括呢张延廷将军他们都是飞官了，不过他们飞 F104啊，那是基本上面是机械式的。但是到 F16的时候，我看到许多的新闻的讨论，包括立法院的询答，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我希望有军方很专业人出来回答一下。现在的问题是防撞系统嘛？如果说任务电脑的整个的宕机了之后，我的理解上面，任务电脑只要一宕机就不会有防撞系统，通通没有了。就是因为防撞飞机是看不到东西的，飞机是用它的定位坐标去确定它是不是接近海面、接近陆地，所以电脑一宕机的时候，飞行员一宕机的时候呢，那台电脑如果死机了，它会发生什么情况？它原来的抬头显示器那个呢，你看到看到那个呢，很多的电影里面，像 Top Gun 里面，它的那个头盔萤幕上面一大堆的这些的数字影像，做第二个方位、坐标、高度、飞行姿态等等，瞬间就消失。
那个呢，那个头盔呢，那个平常那个暗面是方便他能够看到上面的讯息，可是那个时候讯息一消失的时候，那个头盔呢反而像这个眼罩罩在他头上，他反而什么都看不到，那个是非常可怕的情况。他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我只是说，因为现在大家在质疑任务电脑的问题。只要任务电脑宕机，就没有什么防撞的问题。防撞系统是内建在任务电脑里面。飞机没有眼睛，飞行员看不到的飞机更看不到。飞机是透过电脑里面的3度空间的辨识的那个呢 GPS 系统，它才能够知道说我现在的飞行姿态、高度、速度都在里面。一旦没有了，没有什么防撞，但它可以跳伞。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它。如果以雷达幕上面，我仔细看这条新闻，以这个雷达幕上面呢，最后呢监测它失去讯号的高度呢1700英尺，1700英尺大概多高？就是101就1700英尺，500多公尺左右，就在101的那个高度，讯号就消失了。他如果在那个时间，他有在很快速的情况之下呢，把自己转换到机械操作。跳伞系统是可以独立操作，跳伞系统呢可以完全自外于电脑。飞机不管遭遇到任何的问题，除非弹射座椅本身呢受损，否则呢它是可以跳的。但是没有什么防撞不防撞。今天大家在讨论就是说，那如果我们早买了防撞系统之后，是不是什么都不会撞了？并不是。如果今天我们碰到的是任务电脑已经出问题了，因为这毕竟是一台升级的电脑。那这个呢升级的电脑，如果我们看新闻里面，似乎呢这个呢从 Block 20。我们从 Block 1到5到 Block 20到现在买的新的呢 Viper 是 Block 70。好，那如果这样的升级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任务电脑呢出现了整合上面的问题？这很有可能。现在用的这种的。这种的所谓的 MNC 的电脑，它整合呢模组化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所使用的 F16AB 早期交货的时候，它不是模组化的，它都呢重新的整合过。理论上面来讲，他们的任务电脑是可以主动的去侦测呢它机体当中95%，如果它在飞行过程当中某一个硬件，不管是引擎或者呢硬件出了问题的时候，它是可以快速告诉飞行员说呢，大概出了95%的硬体的缺陷，任务型的电脑都可以侦测得出来。如果是够 qualified 的呢，现在的 F16它是可以办到的。但是这架飞机的失事看起来很有问题。如果呢真的是任务，虽然我不知道今天军方所公布的通话的录音当中是不是已经很完整。如果飞官呢遇到的是任务型电脑，早就知道有问题，同时也维修过，然后仍然上去，那这个时候的坠海的事情就是一件大事了，那就不是什么天安专案的问题。我们的任务型电脑如果出现这种的情况，你再告诉说大家讨论了，我们再买更好的防寒衣，买所谓的防障装置，那都在骗外行人啊！电脑宕机的时候就没有防撞，所以今天的这个事件，我不知道军方所公布的讯息够不够。如果他真的是在已经，因为一旦夜航在那种情况，天气很差，海象很差，又有云层的情况下面，正常的飞行员，我了解的是，如果任务型电脑一关机，他马上进到空间迷航，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陪同他飞行的掌机他是看不见的。因此现在要弄清楚的是，他是不是任务电脑出问题。我认为这个在通话的过程当中呢是可以知道的。至于什么防撞不防撞，我觉得那是大家想当然耳的，但是跟这个事件本身来讲，已经脱离专业了。不，基本上了哈，就是飞机，不要说飞机，汽车现在越来越电脑了。对，最早的时候我们就车窗的用手摇下来，记得吗？哦，现在都是电嘛，所以当时就发生很多比较多水多湖的国家，车子不小心掉到水里面去了，车窗摇不下来了，因为电路断了。所以呢，现在很多车子要准备一个小的锤或斧头，把车窗打碎，因为整个电脑都没有了。我开的电动车，开始的时候，可能他们刚从美国到台湾来，美国路上很少行人嘛，你车就开嘛。有一次我开到一半，因为路上刚好有行人，那个车突然砰就给我刹住了，砰一刹，我以为是后面撞我了。通常你后面这个撞到才会有这种感觉嘛。我把车子摇，我说后面干嘛撞我？我摇起来问他说有没有车撞我呢？后面的驾驶看到我说我没有撞你啊。
后面转呢？我看后面也没有破啊，没有坏啊。电脑它一侦测有行人在你旁边，因为台湾、美国没有那么多路人在路上乱走，我们在台湾在路上车子很紧张就要停了，慢慢改善了，因为它大概时间也多了，它电脑改善。还有一次我从 TVS 录完影出来，我们出去转到那个路上，突然画面变黑了，整个电脑画面全部是黑的，黑的像你讲的一样，连方向灯都不亮，全部失灵，车子还滑。我在路中间呢，我不在这边，紧不紧张？要往路边靠嘛，你要往路边靠，重启电脑嘛。你往路边靠的时候，又不能打灯号啊，那后面车怎么知道你要过来呢？哎呀，手伸出去又不能伸到那边，你伸在这边嘛，你这边那边车怎么看得到呢？啊，真的你好不容易停在路边，电脑重启，所以你就知道车子都这样。就飞机上那个速度多快啊！电脑是千万不能坏的，没有什么电脑坏。电脑怀疑有人破坏你车，电脑是陷害你吗？不会，就是我知道那个电脑是有问题的，绝对不可以。就是说电脑绝对不可以坏，不是什么万一坏了怎样，是不能坏的，坏了就是这种结果。需要再回来。